大家好，欢迎来到西极人说，这里是西极人的频道。今天我们将要来谈论的是神秘的东亚命理文化圈。这些命理学在东亚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许多人对此也非常感兴趣。那么这些命理学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中国的命理学很早就传播至东亚其他地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一句话说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之一，就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像中国文化那样重视占卜与预测。公元前13世纪殷商出土的甲骨文，中国的古人们就开始了对于预言和占卜活动的追逐。即便是如此暴虐的殷商被周推翻之后，周公旦甚至全面取缔了殷商人祭的风俗，但对于殷商的占卜与预测却做了保留和更为全面的推演和整理，形成了后来我们看到的周易，以64卦来推演出全息宇宙。也可以说，对于全息宇宙的解释，你几乎可以在周易当中全部找到。中国人的64卦其实与神权无关，因为从周公时代的变革里，神权就已经从中国的占卜文化里退场了。不见得中国的占卜文化转变为客观显现的外在态势，给我们的启示之后，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和把握，而不再是树立神的形象。这一点与西方的神学和神权文化有着天壤之别。命理学也是一项非常普及的文化传统，它在东亚文化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也有类似的文化传统，其发源都来自于中国。命理玄学是通过一些方式预测未来、解决问题，或者指导人们做出决策。这些方式包括卜卦、看相、风水、八字等等，每一种方式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用途。命理学早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具有文化内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们对于未知未来的渴望和探索精神。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中国文化的命理学。中国文化有着近5000年的文明史，其命理学的历史也非常悠久。据历史记载，中国古代的先贤们就开始研究天文、历法、风水等方面的知识，来推测人的命运和运势。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命理学书籍就是《周易》、《黄帝内经》、《滴天髓》、《渊海子平》以及《三命通会》。这些命理学将人们的出生时间、地点、姓名等纳入考虑范围当中，通过各种排盘、卦象等方式推算出人的五行八字、命宫、流年等信息，进而预测出一个人的命运和运势。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日本的命理学。日本的命理学主要源于中国文化，但也受到了印度、波斯等地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命理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本的四柱推命。四柱八字是一种将人出生的年、月、日、时4个因素综合考虑的命理学，而60甲子则是通过10天干、12地支的组合方式，构成了60个甲子来推算人的运势和命运。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的命理学。韩国的命理学主要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但也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韩国的命理学主要有四柱命理、手相以及面相等，其中韩国的四柱命理和中国文化中的八字命理基本上是类似的，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可以在韩国民间看到八字命理学在生活中的运用，并且几乎全部都是中文汉字书写。甚至在韩剧这一类的影视文化作品中，韩国人也并没有避讳对于八字命理的肯定以及使用。以上就是中国、日本、韩国命理学的简单介绍。虽然这些命理学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和文化背景，但他们都是以推算人的命运和运势作为核心，反映了东亚地区人们对于命运的关注和重视。中
中国文化中，命理学历史相传始于战国时代的鬼谷子，另一相传源自唐代的吕虚中，但化名为鬼谷子。当时的命理玄学主要是基于天文学和占卜，随着时间的推移，命理学逐渐发展成了一种系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包括八字命理、风水、紫微斗数等多种流派和技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命理学一直被视为一门高深的学问，被广泛运用于宫廷政治、家庭生活、商业交易等等方面。中国命理学文化的特点和核心理念是阴阳五行、天干地支以及八卦易经，理论系统较为复杂深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进行命理玄学的研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人们相信通过命理学可以预测自己的命运，了解自身的优缺点，以及掌握改善自己命运的方法。五行、八字、阴阳等概念是中国命理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行理论指的是金、木、水、火、土5种元素互相作用关系，而八字则是以年、月、日、时4个要素为基础，推算出一个人的8个字。阴阳概念则是指宇宙万物中的2个相反极端，如天地、日月、男女等。这些概念不仅仅应用于命理学领域，也渗透到了如中医等其他传统文化领域。命理学文化流传至今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命理学被认为是一种神秘的艺术，能够揭示人们的未来、现在和过去。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很多人都会去看命，以期望得到一些关于未来的提示和指引。命理学文化它还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通过对命理学文化的研究和分析，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深入探究人类对未来的思考和认知，并且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古代到现代，对命理的认知一直都是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和未知时寻求安慰指导的一种方法。对于许多人来说，命理学是一种信仰和传统文化，它与个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生意义息息相关。然而，随着社会的变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命理学文化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一些传统的命理学论断方式逐渐被淘汰，是因为中国的算命文化的确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和打压。在中国一说到算命，就会让人联想到封建迷信、骗子、诈骗相关的信息。总之，当代命理学文化的现状是一个充满了变化多样性的话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了解。台湾算命文化是非常发达的，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在台湾，命理师和占卜师是非常普遍的职业，许多人每年都会找命理师预测自己的运势。同时，台湾也有许多著名的命理学师傅，他们在台湾具有很高的声望和知名度。除了传统的占卜方式如八字、紫微斗数、风水等等，台湾还发展出许多新颖的命理学论断方式，例如塔罗牌、西洋占星等。这些方法也备受年轻人的喜爱。在台湾，命理学文化也与旅游业紧密相连，许多游客会到台湾当地寻找著名的命理师傅进行占卜，同时也会参加一些以命理学为主题的旅游活动，例如游览命理街、参加占卜体验课程等等。因此，命理学文化成为了台湾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台湾地方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推动力。总之，台湾命理学文化是非常发达的，不仅在当地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支持，也成为了旅游业一个重要的特色。命理学是中国传统占星术之一，以干支历为基础，通过推算年、月、日的干支来占卜人的命运。它是在阴阳五行理论和战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命理学派别，传承并发展于日本，成为一门学问。日本命理学文化的历程可以追溯至古代日本，当时人们使用一些被认为具有神秘力量的物品进行占卜和预测未来，如象征着
吉祥的龟壳和鹿的肩胛骨等。此外，佛教和道教的传入也为日本的占卜文化带来了新的元素和技术。日本命理学源于中国命理学，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飞鸟时代，各种命理学从中国传到日本，而阴阳师是基于阴阳五行的中国哲学，将其独立发展。到了平安时代时，阴阳社作为唯一的官方玄学机构建立，许多著名的阴阳师也在这个时候出现。江户时代，中国命理学把四柱推命传入到日本。到了现代，命理学已经成为公民中广泛传播的一种文化现象，经常被用于政治活动和娱乐活动。目前，日本的命理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方法，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值得研究和探索的文化遗产。日本命理学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始终贯穿着不断创新和变革的精神。它在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成为日本社会中一种深受人们信仰和尊重的文化传统。现代日本命理学文化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中国占星术、西方占星术。在现代日本，命理师通常使用水晶球、塔罗牌、四柱推命、看手相等等，帮助人们预测未来、解决问题和寻求指导。日本传统的技术与理论与中国命理学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差异。特别之处在于，如果你对命理学感兴趣，你可以通过自学或者到命理学校上课，甚至可以通过考试去申请日本命理师协会的资格认证。所以这让日本命理文化有着严格的门派体系和传承方式，学生必须通过多年的师承和实践，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命理师。这种传承方式保证了日本命理学的质量和稳定性，也是日本命理文化的一种特点。日本大街小巷有着很多占卜店，这些日本命理文化在日本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日本人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日本命理学文化在社会中起着预测未来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命理来了解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发展趋势，从而更好地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这种预测未来的方法不仅仅是个人生活中的指南，也常常被应用于商业和政治决策中，作为决策参考的重要依据。其次，日本命理文化还在日本社会中形成了一种信仰和文化现象，许多人相信命理的预测和分析，将其作为自己人生中重要的参考依据之一，从而形成了一种信仰。此外，日本命理文化的传承也是日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它被认为是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被许多人视为学习和传承的重要内容。总之，日本命理学文化对日本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仅是一种预测未来的技能，更是一种信仰、文化和娱乐现象，成为了日本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韩国命理学的文化历程可以追溯到古代，当时韩国人民相信天命和神秘的力量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种信仰在韩国历史上一直持续到现代。在朝鲜王朝时期，命理师成为了一种受欢迎的职业，许多人到命理师那里寻求指导和预测未来的信息，当时也发展成政治、军事、科学、医学等基础的学问。命理师常常通过使用卦、星象、易经和四柱八字等方式进行预测。20世纪初，韩国开始受到现代科技的影响，这也导致许多人开始质疑传统命理学的可靠性和科学性。但是，命理文化仍然在韩国传承下来，并在一些人群中保持着流行。在现代韩国，许多人依然相信命运可以通过命理来改变。很多韩国人在重大决策之前会去看看自己的命理，以求得更好的运势和未来。同时，韩国也有不少的命理师和占卜师提供各种服务。常见的韩国命理学的类型有四柱八字、手相、面相、观相、塔罗、星座等等。目前韩国除了方法论、文献和历史研究外，命理学还积极扩大其作用到个人的性格、体质的研究和能力职业推荐、心理诊断、疾病预测等学科的范围。韩国的命理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中包括强调家族和社会秩序、道
道德准则、传统价值观等。因此，韩国命理文化更加注重人的社会角色和责任，并着重考虑社会和家人关系对于个人命运的影响。韩国命理文化更加注重生活化和实用性，即通过算命来了解自己的性格特点、优缺点、适合从事的职业、婚姻和家庭状况等，以指导人们更好的生活和发展。韩国命理文化不仅是一种文化传统和信仰，更是一种实用的工具。在韩国，从出生到死亡至少要进行一次四柱八字的测算。可以说，来自古老中国文化的命理学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深深扎根于韩国人的情怀中。韩国人相信命理可以帮助他们选择合适的伴侣，并且对于婚姻和家庭的预测也很常见。一些人在寻找伴侣时会参考对方的星座和八字四柱，以确定彼此是否合适。韩国人的身份证上一般来讲会有一个韩文名字，也有一个中文名字。虽然现在韩国人通用韩文，但是他们在给小孩起名字时仍然按照汉文化的习惯来命名。这时他们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韩文中同音字太多，无法确定一个名字到底是由哪些字组成，所以就会用到中文来取名，甚至也会用到生辰八字来取。许多人会在选择职业时考虑自己的星座和四柱八字，并根据命理结果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职业和行业。也有一些人会向命理师咨询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并根据命理结果采取相应的保健措施。在韩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会有命理一条街，也包括很多大大小小的明星都会到命理馆看自己的命盘，说明这样的文化已经在韩国形成一种流行的趋势。因为看面相在韩国也是比较流行的，所以也导致很多人通过整容改变面相，从而改变运势。这不仅仅只包括女性，其中也不乏有许多男性。命理学文化对于中国、日本、韩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在日本和韩国，中国的命理学也通过文化交流和传播传到了这两个国家，对当地的命理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命理学在近代便被带到了台湾，这些传统的命理学在当地得以保存，并渐渐地演变出独特的形式。除了中国，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命理学文化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在当今社会，这些国家的命理学文化仍然占据了重要地位，尤其是在一些传统节日和特殊场合，人们仍然会求助于命理师进行占卜预测。此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命理学文化也在不断的更新。虽然命理学文化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和发展历程，但它们都源于古代的占卜和命理学，并受到了彼此的互相影响和交流。如今，这些命理学文化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因为它们可以提供一种对未来的预测和指引，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决策和规划。同时，这些文化也反映出人们对于命运和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好啦，这就是今天西极人的节目和讲解。如果你喜欢，欢迎订阅和点赞西极人的频道。如果你有任何想交流的，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次再见。